在贵州惠水县县塘镇，我们发现一个地处喀斯特封丛森林区域，是一个天然的形成大溶洞。洞口就在100米绝壁间，高约100米，宽近200米，垂直高度达215米，被称为天下第一高大洞穴。燕子洞是亚洲最大种群白腰雨燕的栖息地，每年春季约有40至50万只燕子归来，秋季离去时可接近100万只。燕群早出晚归，形成万雁齐飞、万翅如云的壮观景象。洞内常年温度恒定，湿度较高，为燕子等洞穴生物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洞内空间层叠错落，钟乳石倒悬似利剑，石笋擎天若玉柱，地下河蜿蜒其中，水色幽蓝如宝石。Hello， 大家好，我是旅念同行。今天我们出来，在这座大山之上开车的时候，我们发现下面有一个山洞，然后山洞下面呢还有一条河流，然后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漂亮和独特。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里有条路能不能到达那个山洞门口，然后看一下能不能进去一探究竟。这个山洞里面的这个有一条河流是从哪里来的，要流向什么地方去，带大家去一探究竟啊！出发。我们现在顺着刚刚进来这条路一直往前面走，就可以走到这个山洞那个地方，然后车子就停在后面，因为开不进来，路太窄了。我刚刚在外面碰见一个老乡，他说这里确实有一个山洞，他说山洞走出去的话是有一条河流的，特别漂亮，也有经常人来这里拍摄或者拍照。然后我问他这个山洞有没有名字，他说这个山洞叫什么燕子洞。然后他说他经常在这边就是砍柴，然后有时候也会在这边去做一些农作，所以说他到里面去看过，他说值得推荐我们往里面走，让我们可以去拍一下，然后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里面到底是如何的漂亮，如何的美丽，因为老乡都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好，跟着我的镜头往前走。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之后，全部都是这种碎石，看见没有？今天天气好，来还是比较好走。如果是下雨天，就不是很好走。这种泥土的话，就容易粘脚。你们看，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哇，前面也有人一起来探洞的吗？还好有伴了，所以说我们先过去看一下。他们应该也是来去看这个燕子洞的吧？啊，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这个悬崖峭壁下面了。哇，我已经慢慢的看见没有洞口，就前面那里。我们刚刚就是开车在这上面，然后才发现这下面有一个山洞的。所以说后面走下来的话，跟当地的一个老乡交流，才知道，他说这里的山洞里面有一条河流，确实不错。你们看，这真的这一块石头这么高，大概有100-200米高吧，100米，100多米吧。好，那我们现在往里面走去，转一下。你看这里有一个小洞穴，我们现在马上就顺着这里往下走。好，我们现在顺着这里走下来以后的话，马上就到了这个洞口。你看，然后所以说今天天气比较好，来的话这个
地比较干燥，没有那么滑，还是比较好走的。所以说来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配一个登山杖是最方便的。啊，这里有点滴水，你看从上面滴下来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小心滑倒。啊，一定要慢一点。好了，慢一点哈。好，可以。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走来的地方，然后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山洞口了，看见没有？这洞口开口好大，像不像站在巨兽的嘴巴里面？你看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像不像牙齿？然后我们现在往下面走，走到这里好像还有回音。你好，你看有回音的呢。这里这个洞口就特别像一道大门，超级大的门，非常的壮观。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往下走，走到下面那以后，我发现那里看没？那里有一堵围墙。这个围墙这里为什么会修一件围墙在这里呢？在这个山洞门口，这什么情况啊？这个应该是后面修建的。难道里面有宝贝？有没有宝贝？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哈，好，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座山洞的这个外面，你们发现没有？这个山洞，它既然在这里建了这么一道城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里面有宝贝吗？还是这个山洞里面真的有什么秘密？让我们今天带着大家往山洞里面去一探究竟啊！那我们现在从这里进去看一下山洞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宝贝，要不然怎么会在这里修建一堵围墙呢？好，走一下。哇，一定要注意哦，这么大块石头居然开了裂缝，是不是上面承重太重？你看，此处不能久留，一定要快走。哇，哇，这就是我进来以后看到的一个景象呢。你看，这就是我们进来的这个外观，这个城墙外面这个入口。但是那里一定要快走，因为那块石头有点开裂了，有危险。那我们再看一下，去找一下是不是宝贝在什么地方。你们也帮我看一下，看一下你们的眼力好不好？看一下宝贝在什么地方。这真的喀斯特地貌真的太神奇、太漂亮了，这个比雕刻师还美丽，真的是鬼斧神工啊！你看外面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更漂亮。那我们往下面去走，去看一下。走到这里面的话，这个地方看见没有？我觉得那里像一头狮子呢。你看，那个是头，那是尾巴，看见没有？像不像一头雄狮在上面守护着这座大山，守护着里面的秘密呢？到底有什么秘密？为什么要修城墙？而且这里看一下，这么宽阔地方，然后那里还有台阶往上走。我们再走到那边去看一下，啊，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而且这个洞是没有被开发的，也相当于叫野洞吧，因为没有开发的洞。我觉得这种原生态的洞的这种景观是最漂亮的，它不像开发以后的洞是被灯光照射以后看不到原本的洞穴里面的奇观异景。你看嘛，这上面这些岩石是不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呢？
所以说走动的话一定要快速通过。你看这下面很多碎石。我们走这个台阶，走上去。看一下。好，现在我们接着往这个洞口外面走出去看一下，因为看看这里上面还有路，那我们去看一下走出去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观和景象呢？好，跟我镜头走。然后我走到上面以后呢，我现在发现了上面是还有路的，而且的话，上面走出去以后还有一个洞口，洞口走出去的话有一片河流，非常的漂亮。好，今天我们带你们一探究竟到底。走到这个位置，我已经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个有水流的声音。真的，然后我们相当于从刚才的那个地方走到这里，再穿出来，叫穿洞。看见没有？现在走到这里了，走到这里的以后，我们发现这两片的绿植长得特别的茂盛，也特别的漂亮，看见没有？然后上面有时候还不停的有这个滴水，这个岩石上面。你们看，通过这里你去看一下，贵州的山洞喀斯特地貌是如何的神奇，如何的鬼斧神工，太令人惊异了。你看这里，比人工打造的还漂亮，这自然形成的，这是洞口。比这个洞口比刚才那个洞口还要高，还要大，还要漂亮，看见没有？相当于是刚才那边那个洞口，两个洞口是贯穿的，刚刚我们从中间穿过来的。现在我们到上面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河流？因为这个水声越来越明显。看见没有？我们走到这个洞口这边出来以后，这里也是有缺了城墙这些围石建起来的。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山洞外面修建这么一堵围墙呢？你们看，这个围墙好厚，我觉得大概有2米、2米多这么宽。所以说，在山洞这里修建这么一堵厚实的围墙，起到什么作用呢？这是我们刚刚走上来的地方。你在这里看这边这个洞口是不是很大？所以说我就觉得，当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我非常想知道，修这么厚重的城墙，到底是要为了掩盖什么样的秘密呢？那我们还是继续往下面去看一下其他的风景。而且在这么一座山上面去搬这么多石头上来，你看，这样的工程简直是太逆天了。你们看，好，我们顺着这下面走，慢一点。现在下山这边的话就比较不好走，上山还好走一点。这下山不好走，看见没有？我们刚刚就顺着这个羊肠小道走下来的，走下来之后看见没有？那里还有一个洞口，那我们往那个洞口走过去看一下，因为下面就有一条河流，下面看见没有？如果没看见，我带你们下面去看一下，从这里走下去，去看一下下面还有什么漂亮的风景之处。看见没有？我已经远远看到了这条河流。这是在峡谷2座大山之间的一个峡谷，有一条这么样的河流，
这个水真的太舒服了，玻璃水，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啊？今天来太晚了，没有带渔具，要不然的话，在这里钓上几条野生鱼，在这里烧烤，可美味了，真的原汁原味，让人非常陶醉。这里还有一个小的侧洞，可能里面以前是有水流出来，因为这里看见没有，这里的水都比较小的，但是水清澈见底，非常的漂亮。啊，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条河流旁边，看见没有？非常的清澈见底，简直就是玻璃水。那里还有一个洞口，这里没有路了。我想应该这条河流应该是从那边那个洞口流出去，应该可以通向那边的，因为我们在上面是可以看到的。但是由于这里没有路，我们就过不去。但是看一下，一会儿找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过去的。然后反正我们都尽量去带你看每一个角落。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鱼，我看这个水这么清亮，这么清亮，如果有鱼也看得见啊，但是看不到鱼嘞。如果有鱼的话，能不能捉一条？没有鱼嘞，你看，因为这条路是必经之路，所以说这个桥，这叫桥吗？这简直是要命，但是关键时候还是要想着往前面走，对不对？因为要看最漂亮的风景，就要去勇于挑战。哈，你们给我打打气哈，因为我手都出汗了。哟，这个要走慢一点，我发现走快了，这个有点晃动嘞。走得越快越晃，所以说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我觉得走这个桥呢，看下面，如果你一直看着水流的话，有点头晕。不要看水流，就看着前方。耶，是哪位朋友在逗我呀？不要这样子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好，希望就在前方，终于到达第一个目标。耶！哎呦，这个手指被那个过来时要铁丝要注意一下，那铁丝会划到手。现在到了这个地方，前面还有这么过来的一个距离，是走呢还是不走呢？我发现走得越远，回来的路就更远。哎呦！怎么办呢？发现这边的水还要比这边深一点呢，而且这个水流更大。啊，你们说到底走不走啊？我先酝酿一下哈，考虑一下。好。哇，这边这个水流，千万不要往下看，越往下看越不敢，而且这个桥这边好像要长一点呢，长一点晃动就特别大，但是一定得慢，慢，要慢。这个想想以前，真的那些走独木桥的英雄们是怎么过的，而且比这个高很多很多。我也是第一次挑战这样子，走钢丝绳呢，这简直就叫走钢丝绳。哎呀，耶，终于到了。所以有时候困难是自己吓自己的。好，现在走过来了，要回去的路还是要原路返回，真的是，但是来都来了，
回去肯定也不是很怕，但是也不能放松哈，还是要很慢，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有时候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我现在发现回去看到前面那个水流有点大，头有点晕，我觉得还是不要看下面，还是看上面，看上面。我们觉得真的都是自己吓自己，因为看下面头容易犯晕，所以我就不敢看下面，我都一直看着正前方，希望就在前方。要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慢，哎呀，可以了，又成功的一半，好。你看，这个大哥扛着东西往上面走，真的是更厉害。这就是生活在农村，在这种大山里面，这就是没有路走出路。现在我们在这边要等对面的人过来，因为这是唯一的必经之路，必须从这里过。所以说大家要一个一个的过，因为走在上面都很晃动。看见没有？就是一根铁链，加两边的一个绳索，就这么过。刚刚那位大哥还扛着东西就直接过去了，真的太厉害了。这位小帅哥也非常的凶，你看走的，他的平衡很好，一点都不晃动。现在还要等对面的人一起过来，然后我们就往后面山上一起走。你看这个水，然后我们一会儿要从这个地方，从这里往上面走到另外一头去，但是我们一会儿回来的路可能还是要从这个铁链桥这里走下去，因为只有原路返回。刚才我问了，只有从这里走，因为天快黑了，所以说大家都要抓紧时间，赶紧过河。我们刚刚全部都通过这个铁链走过来对面了，看见没有？走到对面来了以后，才看见前面这个燕子洞的洞口，因为河水是从里面流淌出来的，啊，我们再顺着这条路，看能不能走到离它最近的一个地方去，然后看看最漂亮。哇，这个河水太舒服了，你看，对不对？清澈见底。嘿。嘿，燕子饭店。好。那个大师飞的是燕子饭店。现在我们从这里继续走。我们要抓紧时间走，因为天快黑了，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赶到燕子洞。你们看，站在这个山谷最下面，这个地势险不险恶？你看，这里这条路还比较算好走的啦。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燕子洞的最里面了，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路了，看见没有？然后现在这个就是洞口，你看，因为从里面应该是可以流水流出来，知道你。我等一下他们看我的伙伴还上来没有，如果上来了，看有时间我们就带你们往里面走，去看看里面还有没有路通向什么地方。好。现在我已经走到了这个燕子洞的最里面了，然后最里面的话，这个水流是从里面流出来的，然后我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路，由于天色有点晚，然后我们
也不知道后面同事有没有跟上来。如果跟上来，我们看一下要不要走前面继续去探一下路哈。你们看这个险不险哦？这个地理位置酷不酷？非常的漂亮，太绝境了。特别这个水真的是太舒服了。你拍不拍啊？一路上来，这条河流整个河流都是蓝色绿宝石。你们看看贵州的山清水秀，漂不漂亮？太绝了！你看，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的一条河流。那我们走，我们往里面看一下，还能走到最里面什么地方？只要有路，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带你去看贵州的山山水水，让你感受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喜欢看贵州的山水，记得订阅和开启铃铛提醒哦。漂不漂亮？这一般人根本找不到这个地方，我跟你们说。因为它不是对外的这种景区，它是大自然最美丽、最自然的一个秘密基地。你们看，如果在上面划上一片树叶，然后再驾驶一艇小船，是多么的惬意！在上面驾驶一条小船，太绝了，简直就是神仙世外桃源、闲云野鹤的感觉。来，太绝了！现在走到这里已经没有路了，前面没有路了的话，下面全是一些大石头。你看，这大石头是不是从上面掉下来的呢？走到这个地方，你看上面像用刀刻的一样的整齐。这里的水深应该比较深，不知道有没有鱼这里。这个地方钓鱼真的是又没有被人打搅，可能钓的鱼的品质也非常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顺着这里爬上去，爬上去看一下上面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这个燕子洞真的还是比较长、比较大的。终于爬上来了，哇，还要走，走，往里面走去看看。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燕子洞最里面了，但是我发现这里还有路，我不知道里面还要走到什么地方去，还有什么绝世美景。你看，这上面，然后最奇怪的是，你看我的这个方向，那里居然有这么一个竹梯，我看是竹子来搭建的一个梯子。这个竹梯为什么要这样子建在上面呢？起什么作用呢？要爬到上面去干什么呢？是不是上面有秘密？但是这个我是真的不能往上面走了，那个只能看一下。但是我带你们接着往后面走，哈，好，对，终于是爬得越高看得越远。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燕子洞最里面，
但是到这里面以后，我终于揭秘了这里为什么叫燕子洞了，因为我发现一个秘密，你们看，我闻到了屎臭味，难道这就是燕子的大便？你看这么多燕子的大便，可想而知这里有多少只燕子。你看，所以说成群上万的燕子在这里安家，真的会挑选地方。你看这里还有羽毛，你看，所以啊，燕子真的太会找地方了。你们看这个地方，包括上面的喀斯特地貌，确实是安家的一个好地方，又有阳光，看见没有？又有这么好的水源，这简直是大别墅中的大别墅啊！比神仙住的还舒适，比神仙住的还舒服。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你看下面那个河流，这里的水特别干净。如果说是白天早一点来，光线特别明亮的时候，这里会更漂亮一点。如果太阳光打到里面，就是一线天。刚刚我都隐隐约约看见有几只燕子往里面飞进去了，可能是太晚了，它也要回家了。那说明我们也该回家了。我们已经走到最里面燕子的老家，所以说我终于知道这里为什么叫燕子洞了，因为这里是燕子安家的地方。因为刚刚来发现地上好多燕子大便，还有羽毛，燕子真的太会挑选地方了。这个地方真的简直就是世外桃源，我都想在这里安家。你想不想在这里安家？如果你也想安家，下次我们一起做个伴。哈，我刚刚看见燕子从头上飞过，说明它都回家了。那现在太晚了，我也该回家了。哈，那如果你喜欢看下一次探秘秘境，那记得订阅关注哦。好，拜拜，再见。